上一讲我们看到了萨哈林的官方运行系统，它体现着沙俄官僚系统的基本特征：表演、浮夸、官僚主义、腐败、失职和失能。这一讲我们进入悲剧的更深处，从原住民和女性视角来读《萨哈林旅行记》。为什么带入原住民和女性视角会底白悲剧的最深层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在所有人群中，原住民的地位是最低的。人们不难注意到苦役犯的悲剧，却容易忽略原住民的生活比苦役犯更悲惨。苦役犯还有希望离开，可是原住民无处可去，萨哈林就是他们被夺走的故乡。另一个原因是，书中女性的地位不仅比男性低得多，生存状况更是艰难悲惨，而且在父权制的权力意识之下，还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性侵害和性剥削。这一点契科夫注意到了，但当时俄国官方刻意回避《萨哈林旅行记》中的女性内容和视角，在出版前的审查中，作品中被删掉最多的正是关于女性的部分。带入这两个视角，我们就更知道什么叫不把人当人，人不再是人。萨哈林的原住民本来把自己当人，他们是基里亚克人，自称尼夫赫，意思就是人。他们跟狗的关系很密切，用狗拉雪橇，还把狗当作交换介质、财富指标和宗教意义中的重要部分。上岛不久，契科夫参加了一次聚餐。进餐时，有人讲了一个故事，说俄国人占领萨哈林岛以后，开始欺辱基里亚克人。于是有一个基里亚克萨满就诅咒萨哈林，预言俄国人从岛上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当时聚会上的一个医生叹息了一声说，后来果然如此。契科夫对基里亚克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萨哈林的狗非常温顺，冲谁都摇尾巴，但讽刺的是，唯独冲着基里亚克人狂吠。俗话说狗眼看人低，如果我们带入基里亚克人的视角，可能感到全世界都在背弃他们，连自古以来跟他们相依为命的狗都变心了。俄国人殖民萨哈林之后，就重复上演了欧洲人逐步毁灭印第安人的过程。第一步就是抢劫基里亚克人，夺取财富、资源和女性。第二步是生意欺诈，基里亚克人得到了酒和酒器，俄国官员哪怕是薪俸微薄的小吏，也得到了珍贵的狐皮和貂皮。第三步是雇佣，让基里亚克人参与追捕逃犯。但决定性的一步是病毒的传播，天花使得勘察加和千岛群岛荒无人烟，也让萨哈林的基里亚克人大面积灭绝。其他的流行病是梅毒、坏血病和结膜炎。契科夫援引数据说，1856年萨哈林基里亚克人数是3270人，到契科他们显然学得并不好。契科夫说，只有在做生意或者在跟他们认为危险的人谈话时，基里亚克人才会撒谎，说谎之前还互相递眼色，这是一种天真的举动。有一次，两个基里亚克人遇到契科夫，问他每个月赚多少钱。契科夫实话实说，两个基里亚克人突然抓着肚子，身体弯向地面摇晃起来，好像胃疼似的，他们的脸上表现出绝望的神情。原来他们认为契科夫在吹牛说谎，而吹牛说谎这件事让他们难以忍受。我们可以推测，基里亚克人的淳朴天真源于他们原本生活中的低欲望、高度共享和强烈的社群归属感，听上去几乎令人神往。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契科夫告诉我们，基里亚克男人对女人的态度极为恶劣。所以一方面，基里亚克人天真无邪，被欺负得奄奄一息，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他们的女人欺负得奄奄一息。我们来看看萨哈林岛上的女性生存状况。一言以蔽之，在萨哈林，女性不是人，是纯粹的资源。为什么会这样呢？仅仅归结于父权制还是太笼统了。父权制无法解释每一件具体的事，我们还是要具体一点，在权力的需求和偏好中寻找答案。权力在萨哈林的需求是什么呢？苦役犯管理当局也是殖民当局，需要在萨哈林化解一系列看上去似乎不相关联的问题。一、
男性苦役犯性情躁动，暴力风险长期飙高。2. 萨哈林地广人稀，人丁不足，难以进行垦殖开发。3. 男性苦役犯不会持家，不能积蓄钱财。4. 绝望与虚无感流行，有集体心理崩溃的危险。当局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女人。你可能会说，废除流放制度不就行了吗？是，今天我们仅可以说，只要废除流放制度，把社会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所有这些麻烦都会瞬间化为乌有。公正的法律、公开的审判、人道的刑罚，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也可以说，沙俄的流放制度花了太多钱，费了太大劲，唯一的效果可能就是培养对政府的仇恨，简直是十足的愚蠢。可是这么说，只是理解了沙俄政府的理性需求，却忽略了它的必然偏好。沙俄政府深入骨髓的偏好，甚至是一种路径依赖，就是希望令人恐惧。他习惯于对外制造战争恐惧，对内制造社会恐惧。要制造恐惧，就要把生活戏剧化。还有什么表演能比把几十万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乃至于萨哈林这样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的地方更有戏剧效果呢？所以对沙俄政府来说，流放就成为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国策。有了这样的偏好，萨哈林当局只好解决前面说的一系列麻烦。他们找到的灵丹妙药就是女人。意识到这一点，萨哈林当局便大刀阔斧地推进一项政策，以性行为治岛。在改革之前，岛区长官下令把女监改造为妓院，女苦役犯到了萨哈林立即送进妓院，一概用于满足男性性需求，不需要从事其他劳动。这个离谱的状况整整持续了15年。到契科夫抵达萨哈林的时候，官办妓院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过萨哈林官方的逻辑仍然是，男女苦役犯越多的发生性行为，就越有利于岛上秩序稳定，有利于人丁兴旺，有利于殖民发展这盘大棋。所以官方倡导有个人选择权的官方分配制。契科夫描写了这个过程。第一步，女性苦役犯上岛。每当新一批女苦役犯从码头走去监狱，成群结队的男人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契科夫说，很像飞鱼殉妻的情景，鱼群后面跟着鲸鱼、海豹和海豚，都想饱餐一顿。第二步，由区长和移民监事共同决定哪些移民应该得到女人，优先考虑的是有家业、行为端正的人。第三步，监狱相亲。一旦相亲成功，女人就登记要到某地某移民家去，公民婚礼宣告完成，移民带着同居女人一道回家。到家之后，女人烧起茶饮，邻居们看着袅袅青烟，就会羡慕地议论谁谁已经有了女人。这就是萨哈林女性生活中最体面、最幸福的一面。除了这种官方许可的同居以及正式婚姻之外，萨哈林流行的是所谓非法同居。不过处在同居关系中的女性也不能获得生存的保障，很多人不得不卖淫为生。契科夫接下来的观察极有价值。萨哈林这种古怪的男女关系状况，对女性来说竟然是有利有弊的，在悲惨之中也不是全无好处。我们先说坏处啊，除了很多人卖淫为生和成为生育机器之外，女性遭到的本质的损害是彻底的被物化。女苦役犯上岛通常是在秋天，萨哈林的官员和男苦役犯都不喜欢这一点，因为冬天家里没活可干，如果秋天领取了一个女人，就要白白养活一个冬天。契科夫说，人们担心冬天饲料昂贵，到了秋天就是这样谈论马匹的。在这里，人的尊严、女性的心理和感情完全不在考虑之内。岛上的男女感情也普遍淡漠，一些男女同居了5到10年，竟然会不知道对方多大年纪，是哪个省的人。契科夫还说，多数流放犯是父权制拥护者，因此岛上女性有3个祸根：贫穷、无聊和丈夫。上面这些都是对女性的摧残。不过刚才咱们也说了，契科夫观察到萨哈林这种古怪的男女关系状况对女性竟然也有好处。
那么好处在哪里呢？其实有很多萨哈林的妇女觉得比过去过得好，这不难解释。她们大多数是因为婚姻问题而犯罪的，很多人因为遭遇家暴而杀死了丈夫，新婚姻很难不比前一段更好。新丈夫可能是一个杀人狂，却未必是一个家暴狂，所以他们告诉契科夫，谢天谢地，现在跟了个好人。而且因为男女比例悬殊达到了4:1，也因为是非正式婚姻，让女性在岛上的男女关系中也获得了一点好处，就是即便丈夫家暴，也要手下留情一些，因为这里的女人随时可能离开。也就是说，因为环境，因为权力的意志，女性不再是人，女性被物化，也被迫自我物化，只是吃口饭混日子而已，没有婚姻制度，没有感情，岛上的女人反而活得更好了一些。书中写到了一个小场景，很能说明萨哈林岛上女性的命运如何。我转述这个小场景，请你感受一下。契科夫参加了一场葬礼，在苦役犯的墓地上立着一个个小十字架，样子千篇一律。契科夫想，那些长眠在这些十字架下面的杀人犯、逃亡者，那些生前镣铐叮当的囚犯，有谁去记得他们呢？死者是一个女人。契科夫听见棺材咣当一声落进了积水的墓穴中。这时一个人问一个孩子，阿廖沙，妈妈呢？阿廖沙回答说，埋上了。这孩子大概3、4岁，衣衫褴褛，指着墓坑笑着。好，我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这一讲讲到萨哈林的原住民基里亚克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萨哈林岛上的女性既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也是权力意志的受害者，她们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资源。这一讲就到这里，下一讲我会讲讲为什么这样一本萨哈林旅行记竟然还能是一间心灵庇护所。